太久远了，这群家秘密啊，真是传人情。这琉璃盏用玻璃杯不行吗？视觉效果差不多，成本能降70%啊！这霓裳羽衣非用凤凰毛吗？鸡毛不行吗？这龙肝凤髓就这么一点，这压根吃不饱啊！燕舞场景布置费9999朵金箔玫瑰，哪儿呢？完全没看见呢！我的钱啊！Oh my god！ 玉帝竟然借着蟠桃宴会的名义给雪梅仙子送花！哎呀，小先生，你给人闭嘴！陛下，您糊涂啊！这雪梅仙子是棵万年梅树修成的仙，您要知道，这木头脑子呀，它压根就不开情窍。你这摆明了，这是赔本买卖呀！你立刻给这下凡去历劫，体验人间疾苦！魔力烈士吧，让你忘了镇家桃花，还整天抠抠搜搜的。我们沈家是江城有名的豪门世家，你既然嫁进来了，就要谨言慎行，千万别给我们沈家丢面子。沈家？玉帝这给我送哪儿来了呀？原主钱多多，乡下孤儿一个，凭借祖上的婚约成功嫁入豪门，好在婆家不受重视，最后还被西街女妇婉晴陷害致死。玉帝啊玉帝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，这哪是历劫，分明是体验18层地狱呀！你在那嘀咕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婉晴姐和我大哥可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是外婆执意让你进门，他们俩早就在一起了。现在婉晴姐父母在国外，她暂住在沈家，你最好给我安分点。我们沈家的确亏欠婉晴很多，你一定要让着她，就算是补偿了。知道了，妈。现在你还有精力教育我？等沈家破产后，我这个漂亮婆婆和单纯的小姑子就要母女档去夜店跳舞还债，跳一场8万块。8个小目标就要跳12500天，也就是35年。到底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啊？35年工龄直接献给夜店，婆婆都老胳膊老腿了，还跟年轻人抢 C 位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不对，他都没张口，我们怎么听见？婉晴姐，婉晴姐，婉晴姐，婉晴，你要去哪儿？伯母，既然多多回来了，我还是走吧。我这个外人再待下去，只怕妹妹心里会不痛快。好一招以退为进，自己演戏还不忘让我演，装模作样提个空箱子，压根就没想走吧？他怎么一回来就针对婉晴姐？你又胡说什么呢？婉晴姐的箱子怎么可能是空的嘛？居然是空的！婉晴，你跟外人笑什么？婉晴姐的为人我最清楚，她肯定是来不及收拾。婉晴姐不许走，该走的是那个钱多多。伯母，阿和，我来沈家这些年，除了这个箱子，其他东西都是你们给我买的，我没有连带走沈家的一分一毫。伯母，你千万不要怪多多，多多，我这就走，我在这里惹你侵犯。你说的对，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走了，那我们就不挽留你了。出门呢要注意安全，最近天气降温了，你衣服带够了吗？哎呀，
你瞧我这记性，你也没什么可带的。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吧。钱多多，你怎么跟婉晴姐说话呢？婉晴姐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年，我们早就把她当家人一样了，你凭什么赶她走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好凶啊！恋爱脑果然惹不起。所以是傅婉晴见沈家老大嫁不成，又和我这暗恋他多年的小叔子成了一家人。他才刚满18岁啊！居然知道我暗恋婉晴姐，是不是你说的？照这样说，婉晴现在的肚子里的孩子是小叔子吗？允浩，你和妈，没有的事儿，我连恋爱都没有谈过呢，怎么可能会那样？哎，不对，沈云浩在成人夜那晚已经喝醉了，难不成是我老公的？可他那个人形印钞机，眼里只有 KPI 和财务报表啊，总不能是靠意念怀孕的吧？妈，我昨天晚上看见婉晴姐干呕了，你说会不会是真有了？多多，以后我不在，你要替我照顾好伯母，还有沈家。都这么用力，是生怕我不知道你往我口袋里塞东西。那下一步是不是又该哭着说手镯丢了，然后人赃并获的指控我偷窃呀？就算婉晴姐不喜欢钱多多，也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吧？伯母，我的传家手镯，婉晴姐，这么大的手镯，你也太客气了吧！第一次见面就偷偷塞给我这么大的见面礼，这可是10克拉的顶级白钻。既然是你的一片心意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啦。下次啊，可不许这样了。妈，还真是婉晴姐的手镯，嫂子好像是预言家。婉晴真的这么有心机？那她说我要破产也会应验。多多，你喜欢就好，这就当做我送给你的见面礼。伯母、知夜、云浩，我先走了。婉晴姐，你不能走！妈，婉晴姐能把那么贵重的手镯送给钱多多，肯定不是她说的那样。你一来就把家里搅得鸡飞狗跳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没有，是他自己要送给我的。唉，这傻小子还处处维护他。过阵子，这个天真男大就要被心上人送到60岁的富婆床上，狠狠榨干了。最后不仅生活不能自理，还会尿失禁。尿失禁！钱多多你，夫人，饭做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婉晴也留下来吃饭。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下班第一天白赚100万，爽！今日我跟你没完！这就是我那霸总老公，又帅又多金，还是个纯情小处男。霸总的胸肌都这么好摸吗？谁在说嘿，老公你好，叫我多多就行。这就是外婆给我安排的妻子，刚才是她的心声，可她怎么知道我是处女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但某人好像有事儿。你走吧。有一说一，我这便宜老公可真俊啊！可惜年纪轻轻就被人下了慢性药，1年后就要肾衰竭了。不过等他一走，我就是年轻寡妇，财富自由，神仙日子也不过如此呀。什么？我被人下了药，还有1年就要搞？你这老婆今天说什么中什么，你可千万要护住肾啊！你也听见了？妈，你真相信她的话？不仅诅咒我们，还说婉晴姐有孩子，这不毁人家清白吗？婉晴怀孕了。谁的？吵吵闹闹的，出什么事了？静安，你出差回来了，快吃饭。我去，傅婉晴肚子里的孩子竟是公公的种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，对不起啊。
沈家人一直以为傅婉晴喜欢沈庭月，殊不知她早就和公公在一起了。这俩人联手谋划沈家产业，还千方百计阻挠我进门，就是怕我和沈庭月一成婚，家产就会正式移交到他手里。你就是老太太给庭月安排的结婚对象啊？爸，我叫钱多多。进了我沈家的门，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份，一股子阿扎气，丢的可是我沈家的脸。知道了，爸。老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一个凤凰男，靠肉坠才跻身上流社会，现在有钱了就摆老爷的架子。不过这傅婉晴对自己也是够狠，为了钱什么都吃得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和静安相伴几十年，婉晴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？婉晴小姐，这是我特意炖的燕窝阿胶，您多吃点，现在正是补气血的时候。是啊，你最近气色不太好，该补就得补。谢谢伯父关心。这个王妈看着好眼熟啊！我去，原来王妈就是公公的另一个姘头啊！厉害呀，老的小的都不放过。公公也算是时间管理大师了，回家之前还能抽空跟王妈在酒店翻云覆雨。王妈这身上的印记也太明显了，衣领都快盖不住了。这痕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隐私。是啊，明叔，王妈现在还单身，有自己的隐私也正常。你这么大庭广众的质问，你让别人怎么下得来台呀？什么时候我说话轮到你插嘴了？你最好解释清楚，要不然你就不要在这里干了。夫人，我在您家干了这么多年，我的品行您还不了解吗？您为何今天要如此羞辱于我？我羞辱你？明明是你不知廉耻！哎，王妈，是不是你上次说的去医院照顾的那个大叔啊？听说你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。哎，谈恋爱是好事儿，你别不好意思嘛。是他。我这不是想着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说出去怕人传闲话，就没敢声张。事情也说清楚了，王妈先下去吧。明叔，咱们吃饭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傅婉晴这么热心肠帮王妈打掩护，难道是害怕王妈走，就没人帮她下药了？钱多多，你够了，少在这胡说八道。沈云浩，注意你的态度，她是你大嫂。还会护妻，老公各方面真不错，可惜就是太优秀，才会被记恨他的爹和急着上位的三儿给视为眼中钉下药了。我是被爸和婉晴害的。婆婆多年不管公司，弟弟妹妹年纪又小，这个农村儿媳又掀不起什么风浪。等沈庭月一走，这家产不就是拱手让给正直壮年的公公和小三儿吗？帮我查一下我哥最近1年购买的药物。那个明叔有个客户临时从国外回来，我得去见一下。饭都没吃完呢，什么客户这么急啊？客户时间紧，机会难得，我得表示出足够的诚意。明叔你放心，我见完马上就回来啊。伯母，我也约了朋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两个人这么迫不及待，是怕别人发现不了他们那点奸情。妈，我吃饱了，我先上楼收拾一下房间。妈，你说爸和婉晴姐……不可能，一定是那个女人搞的鬼。走，去你办卧室看看，我倒要看看她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。妈，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都找过了，没发现什么。我就说嘛，婉晴姐和爸不是那种人，都是钱多多在这挑拨离间。
妈，是不是那个钱多多嫉妒婉晴姐，所以才想要这种手段逼你赶她走？就是，一上来就说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孩子，什么私情，害得我们像傻子一样在这里折腾。哼，刚来就跟我们耍这种心眼子，差点给我们都给骗了。这么多人啊！妈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集体大扫除吗？钱多多，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在这胡说八道，我们能把房间翻成这样？说？我说什么啦？哎，我的蠢婆婆呀，要找证据在这儿翻有什么用？那渣男和小三早就处理过了。不对，那对狗男女胆子还真大，竟然敢跑到沈家旗下的酒店里翻云覆雨。啊！妈啊，您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去巡视酒店啊？对，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云浩、知意，你们俩跟我一起去，多熟悉家里业务。妈，你还真信他的鬼话？云浩，妈让你去你就去，少废话。哟，这么巧！妈，老公，我也想去，开我一个呗。哎呀，我该怎么提醒提你呢？毕竟这种豪门捉奸的好戏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哎呀，新来的那个钱多多，牙尖嘴利，一点都不好对付。一个山里来的野丫头，能成什么气啊？放心吧，有我呢。沈董，顾董正在和一位非常重要的客户谈生意，他特意嘱咐过，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。什么重要的客户啊？连我妈都敢来？就是，识相的话，赶紧给我让开！沈董，您就别为难我这个小员工了。顾董真的下了死命令。为难？我问你，里面的人到底是谁？来了，高潮戏码就要来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伯母，庭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不小心把水洒在伯父的文件上了，正在处理呢。哎，沈董，顾董他正在和一位非常重要的客户谈生意。快！哦。婉晴姐，你没事吧？妈，看来都是误会，您别生气了。钱多多，你看清楚，这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你为什么栽赃婉晴姐？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婉晴姐她不是约了朋友吗？怎么会出现在酒店里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婉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伯母，是这样的，伯父约了斯蒂文先生谈合作，我有个朋友刚好和斯蒂文先生接触过，伯父就请我牵个线。是啊，你说啊，幸好史蒂文先生啊和婉晴朋友还没有来，要不你们还是赶紧先走吧。行了妈，我们先走吧。你看这茶杯都在这呢，这还能做什么假？摆个茶杯而已，这个沈云浩还真是个恋爱脑晚期，没救了。要是让他知道是心心念念的婉晴姐的蕾丝内裤，这会儿还藏在被子底下，是不是当场得心碎成2维码呀？被子下面有什么？老婆，你干什么呀？史蒂文先生马上就要到了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啊。回家？顾景安，你这么心虚，我倒要看看这被子下面有什么东西。顾景安，这是什么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老婆，我也不知道，这……
经理，经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沈董、顾董，对不起，这条内裤应该是上一批客人遗留的，保洁打扫卫生时疏漏了，没有彻底更换床品，都是我的失职。连最基本的错误你们都能犯啊！我们酒店的高标准，你们都丢到哪里去了？这回幸好是明叔发现了，那要是让别的客人看到，我们酒店的口碑，那不是让你们给毁了吗？是，顾董教训的是，我这就整改。真的是这样？哎呀，你看看婉晴，婉晴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送医院呢？来，小心点。哎呀，一出事儿就装鸵鸟，这人精，难怪能把沈家人骗得团团转。医生，婉晴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大碍，别人就是有点情绪激动，有点低血糖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她肚子里面的孩子呢？也没事吗？孩子？病人的检查报告上没显示怀孕啊。是我误会了你。哼，顾静安每次都带傅婉晴来这家私立医院产检，肯定早就跟医生勾搭好了呀。你说什么？够了！你造谣婉晴还不够，现在还污蔑你公公！你刚嫁进我们家就没事找事，这是要彻底毁了我们家，才行是吗？妈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带多多出去聊聊，你们先进去看看婉晴吧。走。你刚来沈家，为何处处针对爸和婉晴？还有那些没有根据的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没说什么呀，不是你们自己发现的吗？我的妈呀，这霸总的八字有问题，专门挑这块地站着，一会儿就要被失控的推车撞残了。唉，算了，看在他已经这么惨的份上，我还是帮帮忙吧。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咒我？小心！所以你真的知道会发生什么？那你之前说的那些……哎呀，人家都是瞎说的嘛，老公，人家就是太喜欢你了，所以就一看到你有危险，潜能一下子就爆发了。哎呦喂，这肌肉摸着真不错啊，硬邦邦、紧绷绷，我得趁现在有时间赶紧摸摸。喂，沈总，郭董近1年每月都会购买含有关木通成分的中成药，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导致肾功能在1年内快速衰竭，并且无法逆转。什么？又被他说中了。婉晴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了，伯母，我就是有点饿。好，那我们去给你买点吃的。谢谢伯母。他们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而且沈明叔还知道你怀孕的事。什么？这件事藏得这么好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够了！你造谣婉晴还不够，现在还污蔑你公公！你刚嫁进我们家就没事找事，这是要彻底毁了我们家，才行是吗？钱多多，一定是他。这丫头刚来沈家就把我们查得一清二楚，今天要不是我提前安排了医生配合，这些事情可就都暴露了。钱多多有大子，果然没好事。看来我们的进度得加快了。计划提前3672。
2725，哎呀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在沈家破产之前都能出点真金白银出来呢？多多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哎呀，战略储备，经济预防，等缺钱的时候呢，就要谢我啦。他这是缺钱呢？这是我的副卡，你要是缺钱了，就拿去花。来财来财，天降横财，算盘打得噼啪响，不如老公一张卡。老公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有我一口肉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钱多多，我警告你，你以后不许再污蔑婉晴。你刚来这个家，最好给我安分点儿。知道了，妈。哎呀，我这个傻婆婆，那对狗男女早就暗度陈仓，这会儿正在拼命收集公司散果，准备篡位了。你还在那儿被当枪使？没关系的，婆婆，就算破产了，我也会养你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和小姑子去跳舞打 PK 的。谁叫我善呢？够了，别再说跳舞了。妈，我没说话呀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你别想糊弄我，你刚才还说他们在收集散骨呢。妈，听月，你也不管管，你听听他说什么话。我等下再跟你解释。多多，我和妈还有话要说，你先上楼。哼。妈，消消气，走。妈，今天我在医院听见多多的心声，说我会被推车撞。起初我也是不相信的，但结果立马就出现了一辆失控的推车。你是说他真的会知道发生什么？还有今天多多说爸在给我下药，我随后立刻让助理去查，结果发现爸真的在长期购买会导致肾衰竭的中成药。妈，多多几次预言都成真了，我们最好还是做点准备。妈，你一大早叫我们下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现在庭月跟多多已经完婚了，按照老太太的遗嘱，该把公司交给庭月。静安，斯蒂文先生的合作交给庭月去谈吧。伯母和斯蒂文先生的合作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要是这时候更换人员，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是啊，明叔，把公司交给庭月，又不急于这一时，不如我们先把项目谈成，然后再办也不迟。哼，这次合作是集团未来3年最重要的项目，不想庭月去谈，是怕他谈成以后顺利交接吧。哼。斯蒂文先生和我们明盛集团合作，看的自然是集团的实力和诚意，2点不变，能有什么误解？倒是你们2个表现得如此紧张，难道害怕什么？当然是怕你们发现他们那些阿杂事儿呗。这对狗男女不仅转移公司财产，还把沈家旗下酒店套房当成他们的专用根据地，随地大小作，而且他们还有特殊癖好。喜欢把那些不可描述的过程录下来，恶心，真恶心！啊，老公，爸的咖啡味道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啊？哎，没想到少夫人连这都能闻得出来，因为先生跟少爷喜欢的咖啡豆品种不同，所以闻起来味道才不一样。是啊，是啊，能在家里给我下药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在饮食上动手脚，而咖啡口味因人而异，正是单独下药的绝佳时机。王妈，我今天不想喝咖啡，帮我换杯牛奶。庭月，我妈催一杯咖啡要4个小时呢，你要是不喝，岂不是浪费了她的心意？什么时候主人喝什么，还要看下人的安排了？婉晴，你是不是对我们沈家的家务事有点过分上心了？知道了，伯母，是我多嘴了。我吃好了，我先上去了。婉晴姐，哎呀，老婆，婉晴她也是好心，你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哼，我就说他了几句，
你都心疼上了？难不成他是你情人？胡说些什么呢？算了算了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办。正好这2天我还要去港城出差，那接下来的谈判就交给庭月吧。庭月，伯母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多多来了之后，他就对我发了好多次脾气了。我知道我说什么都不对，但我也是一片好心啊。老公各方面真不错，可惜就是太优秀，才被嫉恨他的爹和急着上位的三儿给视为眼中钉下药的。既然知道说什么都是错，那就少说。老公你也太直男了吧？婉晴姐的意思是想让你安慰她，不是让她闭嘴。你怎么躲在角落里偷听别人讲话呀？你也太没教养了吧！这走廊是公共区域，再说了，你说话声音那么大，想听不见都难。你傅婉清，多多是我的妻子，请你注意措辞。多多，你给我等着！直男是直了点儿，但护起时来还挺带感。吃吧。这位是？这是你秦伯父，我的老同学。秦伯父好。啊，你好。你秦伯父平时在国外，他和史蒂文先生是硕士同学，他知道你要和史蒂文先生谈合作，所以特地从国外回来帮你牵线。这就是秦书文啊，婆婆的大学同学，还暗恋婆婆多年。不过婆婆也不仔细想想，她能让秦书文帮忙，同为大学同学的公公怎么可能想不到？不告诉婆婆，当然是因为这个秦书文早就和公公站在一条线上。公公故意安排秦书文此刻回国，就是想在这2日完成签约，然后在签约仪式上污蔑婆婆出轨，然后转移资产，从而顺理成章的离婚，然后拿到公司。哎呀，这婆婆落魄后这个秦书文还成了婆婆的榜一大哥呢。后来约婆婆私下里见面，趁机把婆婆囚禁了起来，折腾了好多天呢。我去，这世界的中年人都这么逆天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强制爱的剧情还挺香。秦伯父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，今天就不留您吃饭了。好，没事。你说，那我明早再来接你。哼。妈，妈，要真像多多说的那样，您打算怎么做？哼，敢算计我，真当我是吃素的？而且他们还有特殊癖好，喜欢把那些不可描述的过程录下来。庭月，你还记得多多所说过的吗？哼，顾静安喜欢把出轨过程录下来。你想办法把视频弄到，要是签约仪式上他没整什么幺蛾子，我们一切相安无事。要是他真像多多所说的那样污蔑我，我一定要让他自食恶果。哼！史蒂文先生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沈总，史蒂文先生，恭喜恭喜啊！这次合作堪称商业典范，必将创造双赢的局面啊！这都归功于沈总。在此次合作中，沈总不仅展示出了卓越的能力，更让我看到民盛集团巨大的潜力。与他合作是我的荣幸。史蒂文先生过奖了。顾总真是虎父无犬子呀！沈总年轻有为，将来必能带领民盛再创辉煌。借王总吉言，的确，庭院能独立促成与史蒂文先生的合作，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。所以，我和静安决定将民盛集团的管理权彻底交给庭院。我早听说了，老沈总夫妇去世前就想把公司交给小沈总了，只是一直顾静安霸占着公司不放。可不是吗？他一个凤凰男，好不容易有点实权，怎么可能会轻易撒手？那可就太好了。以前呀，我是忙公司事务，难免忽略了你。以后
全部交给庭月之后，我就有时间好好陪你。他表现得如此大度，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？当年你一个乡下穷书生追婆婆的时候，鞋底磨破了都不舍得换，现在你穿着意大利手工皮鞋，说起瞎话来眼睛都不眨。谁在说话？行动！不如这样，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。庭月，斯蒂文先生，接下来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宣布，还请二位先到台下稍事休息。好，请。各位都知道，我顾静安当年是从一个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穷小子，我除了一腔的热血和一颗爱着明叔的心之外，一无所有。所以当明叔不顾一切选择我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这一辈子我一定会对他好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完美丈夫，可是我扪心自问，我一直将她放在第一位，爱护她，尊重她。来了，影帝的诞生，前面铺垫的越深，后面捅刀子才越狠。哎呀，谁还在说话？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跟我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妻子，竟然罔顾夫妻情分，与他人私通，并且转移资产，所以我决定跟他离婚。真的假的？真是这样吗？沈董，请问顾董说的是否属实？您真出轨了吗？无稽之谈。当着史蒂文先生的面自报家丑，是想毁了这个合约吧？史蒂文先生可是最讲究家庭和睦的投资人了。沈董，顾董，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伯母，我知道我这时候不该站出来，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伯父被蒙在鼓里啊！昨天下午我去公司给伯父送文件的时候，亲眼看见您和秦书文先生在办公室里举止亲密，甚至还商议要把公司的核心财产转移到你们海外的私人账户上。离了个大谱，为了泼脏水，这种瞎话都编得出来。等等，这剧情我熟接下来是不是该上证据了？希望婆婆撑着，千万别契约过去，不然后面秦书文那个周年强制爱的副本可就要提前开启了。难道这一切都是瞎编的？妈，您不会真和那个闭嘴，不要被带偏了。天哪，沈董居然真的出轨了，还在这个环节爆出来，史蒂文先生一定会震怒的。诸位，我母亲人品如何，在商场数10年，有目共睹。仅凭一面之词就妄下论断，是否太过武断？像沈总说的对，沈总的品行我们都信得过，空口无凭啊！太过分了，怎么这样？王卓颖的事情我知道，口说无凭，这些证据都是我无意中发现的。我也知道我说出这些会得罪伯母，但是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沈家人被最信任的人给背叛了。这是自导自演的一场大戏，不过也难怪他这么拼命帮顾静安，毕竟他可不是什么世交之女，而是当初顾静安的白月光和别人生的女儿。顾静安也真是胆大，把傅婉晴和真正的傅家千金调换，傅婉晴为此过了20多年的好日子，可不得帮着顾静安说话吗？顾静安，顾董，容我提醒你一句，今天是2家公司签约的重要日子，麻烦你注意场合。史蒂文先生，抱歉，我也不想家丑外扬可是他沈明书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一直念及夫妻情分，
可是他竟然联合外人，想掏空整个民生集团呢！沈明书，你居然背后做这些动作，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。没错，这么些年我们这么信任你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好一招颠倒黑白，把所有脏水都泼到婆婆身上，这样股东们的矛头就只会对准她。难怪老公肾不好后没多久就命丧黄泉，原来是为了保住婆婆和公司，被累到油尽灯枯了。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大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放心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顾静安，你我夫妻几十年，你当真要这样不留余地的污蔑我们？污蔑？事到如今你还在嘴硬呢。哦，那今天我就让大家看清楚，你是如何背叛这个家、背叛公司的。好吧，那就看看今天到底是谁自取其辱。这里面的证据记录了你沈明书是如何与秦书文勾结，谋划损害公司利益的。在拿到这些证据之前，我也不相信我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妻子，她竟然会做出这种事。顾董，一个家庭的经营不容易，难道你真的要当着全公司的面来揭露你的妻子吗？斯蒂文先生，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好啊，可正是由于我念及夫妻情分，一忍再忍，才让他变本加厉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伯母，伯父一直以来都很尊重您，他上次出差累到来委员住院，怕您担心，特地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告诉您。可是您怎么能这样呢？呸！他哪是什么劳累过度，明明是跟新找的小模特玩得太疯，把自己玩进医院，还染上了不干净的病。幸好婆婆早就跟他分房了，不然这豪门贵妇的脸往哪搁？顾静安，那里面东西不能放，放出来了，我们整个家可就真的完了。现在知道怕了啊？当初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想这个家，想想公司呢？今天我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揭露你的真面目。顾静安，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你当真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些肮脏的事给公开吗？抱歉各位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你的行为不光对不起我，更对不起整个民生的股东和员工们。为了他们，我别无选择。你真是疯了！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！我的天啊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哇，快拍！头条，绝对是头条！啊！不是，真不是这样的！我的天哪，这视频上的人是顾董吧？刚才那么声泪俱下的控诉，结果自己才是出轨的那个人。上面的女主角不就是她？难怪刚才拼命帮顾总说话呢，原来平时校舍的景呢。这不是真的！不是这样的！关掉！关掉！顾先生，原来你才是那个抛弃妻子、背叛家庭的伪君子，一个连家庭责任都无法尽职的人。我宣布，我旗下所有公司以后都不会和你有任何的合作。斯蒂文先生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是他买通技术人员做的假视频呐！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只要甩锅够快，道德就追不上我？这视频都高清无码，自带杜比音效了，还有脸在这倒打一耙呢？唉，毕竟这老邓连小三都敢带在身边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顾静安，你对白月光余情未了的时候，把他的女儿都安排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以为这些事情别人都不知道吗？白月光的女儿，这傅婉晴不是富家千金吗？恶心了！你怎么会？现在你为了夺取沈家家业，还和你的小三
谋划出这么一出，污蔑我和别人私会，污蔑我转移财产，都是你的手段罢了。别拍了！这件事我瞒了那么久，他怎么知道？沈明书啊，沈明书！我没想到你非得污蔑我，竟然处心积虑的堆了这么久啊！斯蒂文先生，这就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场戏，就是为了诋毁我的名声，好让他得逞啊！哼，顾静安，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空口白牙的污蔑吗？庭月，诸位，看清楚，这是顾静安近半年来暗中收购明盛集团散股的记录，以及转移财产、在海外购买房产的证明。所以，真正在掏空明盛、背叛婚姻的人是他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竟然干得出这种事儿，这能干得出啊？哇哦，不愧是婆婆，年轻时能在商界杀得片甲不留，结婚后能生出我老公这么帅的几个孩子，老了还能挑，手撕渣男。顾静安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竟然敢算计公司财产！顾静安，难怪这个季度亏损这么多，原来是进了你的口袋。我宣布，从即刻起，我与顾静安解除婚姻关系，以及他在明盛集团相关职务一并取消。同时，我还会动用法律手段追回他转移的所有财产。斯蒂文先生，也请您放心，以后由我的儿子沈庭月将会正式担任明盛集团 CEO 一职，全面负责集团运营。史蒂文先生，我向您保证，明盛的核心业务依旧稳固，我也会立刻开展内部审计，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。嘿嘿，老公真帅啊！从明天起，我就是你的头号事业本，渣男退散，帅哥总裁闪亮登场。沈总，您的果敢让我感到钦佩，我愿意再给明盛一次机会，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合作能共创双赢，一定不负所托。保安，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！从今以后，不能再踏进明盛半步，给他们带走。明叔啊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求求你，看在咱们俩几10年的夫妻情分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别碰我！带走！你这么决心，你把我逼到绝路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妈，你别哭了，你得振作起来啊！公司现在一团乱，还等着您和大哥去主持大局呢。你说的对，顾静安那个渣男，不值得我为他伤心。多多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之前我们对你有误会，妈跟你道歉啊！妈，您别这么说，其实我也没干什么，都是您自己准备的充分，才能当场把这个渣男锤得死死的。嘿嘿，嫂子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现在啊可是我们家的大福星，那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就不会破产了？哎呀，我和妈也不用去跳舞。这个嘛，啊，那对狗男女又在行动了，真是癞蛤蟆没完没了，一天不搞事就浑身刺挠。妈，刚收到消息，公司的首席工程造价师被顾建安高价挖走了。什么？后天就是市政的土地拍卖会了，顾静安偏偏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人给挖走，这不是要断我们的路吗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工程造价，那也不是姐的专业领域吗？但是我既没去公司上过班，又是从乡下来的，我该怎么让婆婆和老公相信我是工程造价的祖师爷呢？唉，多多，后天的拍卖会，你和我们一起去啊！我是不是今天好多好朋友？哎呦，今天的场面，看来对城西那块地势在必得的人不少啊。
当然了，政府重点规划区域，连名胜都来参与竞拍，能不抢破头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你看这个项目，顾董，他怎么来了？旁边那位不是沈董吗？你还没听说啊？顾董出轨了，那身边那个就是小三儿，而且他现在还成立了新公司，摆明了要跟名胜对着干。看旁边戴眼镜的那位王工，那可是名胜首席工程造价师，当初沈总花高薪从国外挖回来的，多少公司都想抢人，前2天被顾董花重金给挖走了。哎呦，这招够狠呐！直接把对方的核心技术人员撬走，看来今天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呀。走，打个招呼，看看去。顾董的能力不减当年呐，连王工这样的人才都能招指挥下，真是令人佩服呀。是啊，顾董，咱们以后啊还要靠您多多提携呢。哪里呀？嘿呦，你们还真敢来啊！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名胜现在连工程造价师都没有了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说错了吗？现在王工在我们这儿，没有人帮你们核算成本，还敢来参加拍卖会，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我劝你们啊，还是赶紧回家，省得一会儿在现场因为算不清账闹出什么笑话。名胜集团最后这点脸面，可就要在今天彻底败光了。顾静安，你少得意了。谁告诉你我们名胜集团没了它就不行了？介绍一下，现在我们名胜集团的王牌造价师，你自以为挖来的专家，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了。这人看着怎么有些眼熟？沈明书啊，沈明书，你可真是病急乱投医啊！随便拉过来个阿猫阿狗，就妄想能够拍到地。放眼整个江城，在工程造价领域，就没有比王工更顶尖的了。一个连面都不敢露的人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各位来宾，拍卖会即将开始，请各位有序入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走着瞧。今日第一宗土地竞拍是城西千亩荒地一块，起拍价2亿元。2亿1千万。2亿3千万。4亿。出手这么阔绰，直接翻倍。顾董，这是完全不给别人留活路啊！这块肥肉只有他们这种资金雄厚的公司才能吞下，咱们也只有看看热闹的份儿了。4个亿，顾静安现在手里哪有那么多钱？荣安地产举牌4亿，请问还有要加价的吗？买不起。恭喜顾董，一来就开门红，荣安地产的未来也必定一帆风顺呢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准备充分，实力说话嘛。啊，4亿第一次，4亿第2次，4亿第3次，成。名胜集团，请出价。4亿3千万。4亿5千万。4亿8千万。5亿。5个亿，这块地虽然不错，但5亿是不是太多了呀？是啊，这一会儿就叫到5个亿了，这哪里是在拍卖啊，分明是2家公司在争一口气呢。哼。妈，大哥，咱还继续跟吗？看他们这样子，是要跟我们死磕到底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对我们双方都没好处。这块地是江城未来的发展核心，拿下它，名胜未来10年的布局将占尽先机，它的战略价值远超现在。可是现在已经接近这块地的目前最高价值上限，如果再继续跟下去，利润空间会被大幅压缩，不值得。不行，就算不赚钱，这块地也绝不能落到顾静安手里。这口气，名胜必须争。
5亿5000万。顾董，这块地的上限在6亿左右，只要我们的出价不超过6亿，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。哼。 6个亿？什么？6个亿啊！这已经比今年单块土地最高成交价还要高了呀！大哥，怎么办？已经喊到6个亿了。加呀！怎么不加了？刚才不还是气势汹汹的吗？现在怎么没声音了？连再加一口的勇气都没有，也敢跟我们争？不加了，再继续加下去，也毫无利润价值。哎呦，毫无利润空间！我还以为民生多有实力呢，原来没了王宫啊，你们连块像样的地都拿不下来喽！当然，没有王宫这样的专业人才进行评估，恐怕他们连这块地的真实价值都判断不了，畏首畏尾，也配跟我们争？蠢货，真以为自己抢到的是金疙瘩？那块地表面上看着是肥了，实则地下全是复杂的活动断裂带，光是处理地基和灾害预防都能让你再投2亿。我们不演个逼真点，怎么让你用这种接近地皮上限的价格拍下这个天坑呢？6亿第1次，6亿第2次，6亿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荣安地产成功竞得1号地。沈明叔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差距，人才在哪里，财富就在哪里。你们名胜守不住人，就活该看着肥肉落到我顾静安的盘子里。看来这地产圈啊，以后我们荣安才是领头羊。恭喜顾总！恭喜顾总！恭喜顾总！就让你们再嚣张，等一下，看你们还像不像得出来。接下来，本次拍卖会的2号地块位于成都新区废旧荒地，起拍价3000万。来了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这块地。3500万。4000万，4300万，5000万。 5000万1次，5000万2次，5000万3次。成交！恭喜名盛集团以5000万价格成功竞拍2号地。沈明叔啊，这就是你请来的王牌啊！拍不到刚才那块地，去拍这块无人问津的垃圾地块，连个像样的竞争对手都没有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！你懂什么？5000万而已。 就算买下了放那儿，我也乐意。到现在还在嘴硬，谁不知道城东片区开发难度大？你们怕不是疯了吧？捡这种破烂当宝贝？名声这次真是看走眼了，那块地能有什么开发价值啊？是啊，跟顾董拍下的那块核心地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看来没了王宫，名盛啊也不过如此。哎呀！谁告诉你们，我们拍下这块地是要自己开发的？不开发？那你们花5000万拍下来干什么？养猪啊？当然是坐等升值了，说不定运气好能多赚好几倍呢。坐等升值？这块破地怎么升值啊？眼光这么差，难怪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我倒要看看名盛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蠢货。钱多多，原来是你呀！哎呦，沈明叔啊，沈明叔，你们名盛是真没人了吗？把一个乡下丫头推上来，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嘛！我就说嘛，专业人士怎么会像你这样藏头藏尾？原来是你这个乡巴佬啊！大家来看一看啊，
这就是明胜现在的水平，竟然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村妇来敬拜。我看呀，这明胜马上就要彻底完蛋。你说什么呢？沈董啊，这次真是糊涂了，居然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儿媳妇来掌舵，是不是把公司往火坑里推嘛？看来啊，顾董这次说的对，没了王宫啊，明胜是真不行了，居然做出这么不专业的事儿。谁告诉你明胜要完蛋了？这种地块位置偏，就建筑物多，一看就是政府重点拆迁对象。等到政府规划下来，到时候补偿款说不定能翻好几倍。哎呦，拆迁！钱多多，你以为这是你们村里拆猪圈赔几百块吗？这是商业投资，是动辄数亿元的资金博弈，你居然要靠拆迁来赚钱？真是土鳖！给你掌握巨额资金的机会，你也只会用捡芝麻的脑子想西瓜的事儿。沈董这儿媳妇儿啊，真是上不了台面。明胜这次怕是要在这5000万上栽大跟头喽。嘿嘿嘿嘿。等等，大家快看！刚刚发布的官方文件，浙东新区被划为教育重点示范区了，即将拆迁。那块地至少翻了10几倍以上。这，我也看到了，居然是真的！这明胜集团是走了什么大运？这5000万博来大几亿的利润，这野锅也太毒了吧！我刚才怎么就没举牌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大嫂，居然真的被你说中了，你太神了！这哪是投资啊，这简直就是点石成金术啊！是啊，多多，你可太厉害了。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走点狗屎运罢了，不就几个亿的利润吗？啊，我城西那块地，未来能带来10几亿的纯利。就是，等那块地开发了，你们明胜照样会被我们荣安踩在脚下。顾董，我劝你现在最好去给你们派去现场的勘察队打一个电话。这个时间点，他们应该挖到了一个坏消息，正愁着呀怎么跟您汇报呢？你说什么？顾董，勘测队传来消息，城西那块地地下全是溶洞和断裂层，光是加固地基和灾害处理，就至少需要再加2个亿。什么？这沈董的儿媳妇儿也太厉害了吧！连勘测队都没提前发现的问题都知道。是啊，不仅在城东那块地上赚了几亿，还没在城西这块地上舍本，这投资眼光也太高了。你怎么知道那块地下有问题？啊，顾总，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刚才买地就花了6亿，这地质处理呢，最少还需要2亿，这其中还不包括可能会出现的工程事故和延误。就算你勉强建成，这每年的运营维护管理成本，这零零总总加起来至少要10年，10年才能勉强看见收益呀！顾总加油，保养好身体，争取活到收益的那天。4亿，4亿8千万，5亿，5亿5千万。所以你早就知道那块地是建坑。刚才一步步抬价，就是想让我用最高价套进火坑。顾总，拍卖场规矩，价高者得，您财大气粗，我们明胜啊，实在是争不过，只能成人之美啦。钱多多，这个毒妇竟敢设计我们，你不得好死！这怎么打起来了？哦，对了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跟妈当时离婚的时候，也就分了5000多万吧？那么这剩下的5亿5千万呢，应该是从各大银行里面借来的。如果按照10年期等额本金来计算，那么顾总每个月还600多万呢，这包括刚刚出现的2亿，那这荣安的资金链岂不是要断了？
哎，你看，心脏这病犯了。什么心理承受能力啊？怎么回事？就这样的身体，你怎么活到看见射翼的那天啊？晕哪儿不好非晕之，这不纯纯恶心人吗？放心，交给我。你好，请问有没有保洁用过的水？越臭越好，最好是刚从厕所里面拿出来的那种。啊，味道越臭醒得越快嘛，物理治疗啊。哎，来了，你看这难闻的，哎呀，女士，这是刚拖完厕所的水，保证够味儿。这味道可真正脏啊！谢多多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帮你叫醒他呀，他这晕的也太死了。元浩，过来帮个忙。好嘞，大嫂。嘴给我掰开，灌得越臭，醒得越早。我醒了！哎呦，你看，真醒了！哎呦喂，这醒得也太快了，这哪是臭水啊，这分明是祥瑞！谢多多，你给我等着！少爷，你放手吧，夫人她已经死了。你闭嘴！她没有死，她只是睡着了。她已经臭了，少爷，夫人已经臭了。她不臭。什么鬼啊？世界这么颠的吗？大嫂，你好厉害啊！我怎么感觉你什么都知道？我嘛，我这人可能天生运气比较好吧。运气啊！哎，大嫂，那你帮我拆吧，我都拆了300多个了，还是没有抽到我想要的隐藏款。好家伙，这现在挣钱方式这么多吗？一个萌人玩具能卖这么多？隐藏是隐藏款，大嫂你真神了！执意，就是小妹，都多大人了，要像我一样沉稳。云浩，之前的事我也有苦衷，你能出来见我一面吗？明早10点，公园见。老天爷，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这肌肉，这线条，哎呀，这浴袍它怎么就不能再松一点？怎么了？老公，早啊！这个是我特意给你熬的汤，补身体的。豆豆，我最近没做错什么吧？唉，就知道他会嫌弃。可这调理方子我好久都没有熬过了，难免手生了，但效果都是一样的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再练练吧。虽然卖相一般，但是味道好极了。老婆辛苦了。咱俩还客气啥呀？你呢，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，你应该不介意把你的腹肌给我摸摸吧？想得美。天越不好了，云浩被顾静安带走了。怎么回事？昨天傅婉晴约二哥见面，二哥想过去做个了断，没想到那对狗男女没安好心，直接把人给绑走了。那云浩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，电话打不通，定位也关了。沈明书，
林浩在我这儿呢。不过这小子运气不好，这才没多大会儿功夫，他就已经输了3000了。你这个当妈的，替他付点钱。顾静安，你想干什么？想要人的话，就带着钱来皇朝会所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耐心不多，别给我耍花样。哎呀，那对狗男女欠了不少债，现在肯定是筹不出钱，所以他才想出这种鬼主意，绑走沈云浩，做局让他收钱。哎，见过坑爹的，还没见过坑儿子的呢。多多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走，跟我一起去会会顾静安。云浩，二哥。哎呀，好好一个青春大帅哥，愣是被造成限量版猪头。大嫂，大哥，顾静安，他是你亲儿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的？亲儿子啊！哎呦，现在只有婉清肚子里的孩子才配是我的亲儿子。少废话！3个亿，否则谁都别想带走他。3个亿？你刚才不还说3000万吗？我改口了不行吗？啊！银行大额提款需要预约，我一下子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？没钱是吧？哎呀，简单的，这里可是皇朝会所，没钱咱可以借着，我们各借3个100金，3局定生死。到时候不管谁输谁赢，我都会放他。怎么样？3个亿，那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儿。只要你们敢坐上这张赌桌，我就有办法让你们欠下30亿、300亿。到时候别说赎这个废物，就是整个沈家都得连皮带骨的给我吐出来。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敢跟姐玩牌，简直就是癞蛤蟆跳油锅，找死！好啊，既然顾董这么有雅兴，那我就陪你玩几把。哎，多多，你会玩吗？我不会啊，但一定不会输。多多，顾静安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跟一群赌徒学会了出千的手艺，你一个新手跟他玩，会吃亏的。大嫂，二哥可是德州扑克冠军，这么短时间内输了3000万，一定是顾静安和傅婉晴联手做的局。就是啊，大嫂。怎么，你们该不会是连上桌的胆子都没有吧？啊，行吧，既然你们怕输，那就跪下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心情好，还能给你们打一个99折。我说了，我陪你玩。多多，还是我来吧。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经常跟朋友玩德州，虽然现在胜输不少，但也比你完全没接触过要好。交给我，放心吧。开始吧。哎，你看，这手，这手，哇，高手！我看他的手法不像新手，该不是跟我们一样？慌什么？牌桌上讲究的是经验和手段，她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就算学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是虚张声势。主随客便，你来决定玩什么？牌九、德州还是百家乐？你说的那些呢，我都不会玩。不过我们刚好3个人，就玩斗地主呗。
啊，斗地主啊，是玩笑的。斗地主啊，还有这么 low 的？斗地主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，原来就是个只会玩些小孩子把戏的土包子呀！那咋的？能赢你们不就行了？打牌。好。哎呀。来，切牌。咱们这局底是10万，可以叫分，叫几分就翻几倍，最多叫5分。斗地主是最容易被做牌的牌型，按照套路，顾静安肯定会给我发一手好牌，让我上头。等我信心满满叫了高分，他们就会用看似巧合的压制，一举将我打进深渊。看牌吧。啊？那3张牌是干嘛的？这俩放到那什么意思啊？连底牌都不知道，连底牌都不知道。地主牌啊！原来你还真是个新手啊，连规则都不知道。看来你那些花里胡哨的招式，就是学来唬人的。就这水平还敢上桌，这不是来送钱的吗？谁说我不知道规则？我太久没打，忘记了。哇！斗地主是豆腐，这啥呀？这一把牌。哎呀，我这牌一般，叫1分。哎呀，我这把牌还不错，叫3。老公，他们叫的都不高，我这牌是不是该叫地主啊？叫啊，必须要叫啊！这么好的牌，叫5分。对，我赢的，叫5分。这把牌看似全是炸弹，随便打都能赢，但其实这是他们设计好的陷阱。10万打分，在他们精心操作下，只需要1把就能让我输得倾家荡产。多多，10万底会不会太大了？他们明显是有备而来的呀。是啊，大嫂，你看他们俩那眼神，一看就没憋好屁，这牌不能打呀。多多，你怎么不叫地主？叫，这么好的牌当然要叫，我叫5分。啊！哇塞，我这手气也太不错了吧！这手气真厉害啊！哇塞，这运气真是绝了呀，一张废牌都没有。没想到他这么会玩，顺过上钩。上钩。那我就先吹一个3带1吧，3个3带一个7。他这是让我炸！哎呀，我这牌怎么连个3带1都没有？哎，算了，4个5。开局就炸，这牌是有多好呀！4个5还是6，我刚好没吃上。4个6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多多他打了一个3带1，你们直接跟2个炸！就是啊，你们2个怎么连3个3都炸呀？该不会是你们早就把自己的牌做好了吧？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牌可是你写的，我们怎么做牌呀？你要是嫌炸多呀，那你炸回去。那我4个8。蠢货！那他们下一步怎么办？4个10。4个勾。还是炸弹！天哪！从开局炸到现在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要是真的，这把输赢得上1了。4个圈。哎呦，刚好。4个 K。算了，我就不打自家人，我不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能接上。4个尖。哼，
要不起，不要。婉清姐，你呢？我要啊，4个2。这把看来我运气比你好一点，真的没什么希望了。你现在手里应该就只剩下4个9了。到现在为止，场上已经炸了9次了，底分10万，你交了5分，9个炸翻了9倍。要是输了，你就得给我们每人2.56亿，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5.12亿。而且现在这场还没结束，要是到最后，只怕你要输的更多。5个亿，这比袁浩说的3个亿还要多呀！不行，这玩的也太大了，让我们不要了。袁浩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大嫂，不要啊！大嫂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小丑，牌桌规矩，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的。钱多多，你要是认输了，就得拿钱。如果你拿不起钱，那就让庭院拿出明盛集团20%的股份抵债。你做梦！就算死，也不会让明盛集团再落入你这种卑鄙小人手里。嘿嘿嘿，那可由不得你。什么人啊？是干什么？今天呀，要么拿钱，要么拿股份，否则你们几个走不出这里。静安，我看多多和知意倒是细品运动，要是还不上钱，送到某些地方，说不定还能卖上个好价钱呢。有道理。上，够了，股份我可以转，但是他们不能动人。好，把合同拿来。来。等等，谁告诉你这局我输了？哎呀，钱多多，你在说梦话？你就剩4个9，怎么解我的4个2？那你好好看清楚，我的牌到底是什么？我去，王炸在他手里。王炸，我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王炸怎么可能在你那里？怎么不可能？这王炸一直都在我手里。你出钱，你出老千！王炸明明在我手里，我都没有碰过你的牌，怎么出钱？婉清姐，你是不是看错牌了？看错？笑话！我怎么可能连我自己的牌都不知道？我强，你的牌怎么？这不可能啊！我的底牌明明是王炸，怎么变成4个9啊？你们刚才都看到了，我的底牌明明是王炸呀！是他在搞鬼！你记错了吧？王炸一直在他手里啊！是啊，我们都看着呢。姐可是神仙，随便一个移花接木加篡改记忆，还不是洒洒水吗？就是法力消耗有点大，上面摸摸脑不能腹肌好好补补。你们都被他买通了，拿我来骗我！钱多多，这可是龙爷的地盘，出去是没有好下场的。龙爷，好大的胆子！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龙爷我的场子里出钱？哎呀，龙爷，您来的正好啊！就是这个女人在您的场子里出钱，坏了规矩。是啊，龙爷，这种砸场子的人，您必须得好好处理。哎呀，这位龙爷看起来霸气侧漏，实际上却是一天零花钱只有50块钱的妻管严。他平时想喝杯加芋泥加珍珠的波波奶茶，都得提前给老婆准备。他怎么知道？不对，他都没有开口，我怎么能听见他在说话？龙爷，
敢在您的厂子里出千，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这种人啊，您一定要按照规矩严惩，以儆效尤啊！哼，敢在老子的厂子里出千，必须得严惩。来呀，把出千的给我按住！看样子真的是他，钱多多，你完了！怎么把他们抓起来了？龙爷，出钱的是他呀！你抓我们干什么呀？是啊，龙爷，该抓的人是他呀！闭嘴吧你！真有你的！老子这是正规的娱乐会所，被你两个王八蛋搞得乌烟瘴气，2、3局就让人家小伙子输了3000万，你他妈挺能耐呀你！龙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高抬贵手啊！是啊，龙爷，都是误会，云浩他是我儿子，我们闹着玩呢。顾静安，你要不要脸呢？刚才逼着我们签合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是闹着玩的呢？现在事情败露了，你改口说是误会。天底下哪那么好的事啊？就是。行了，把这2个碍眼的东西给押出去，按照规矩，好好收拾。龙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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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沈总，万分感谢。这2个家伙在我这儿搅局不是1、2次了，我是一直抓不着，真凭实据。今天多亏了您提前告诉我，才把他俩给揪住。龙爷客气了，是我该感谢您及时出面。嗨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哦，看你老弟都受伤了，让他先去治疗，这儿的事儿交给我来收拾。谢谢。走吧。走走走。他刚才心里说的神仙是什么意思？妈和知意在医院照顾云浩就行，我先送你回家。好。在那个球飞过来之前，你怎么就把我拉过来了？啊，是吗？我就是刚好感觉到有东西飞过来，就拉了你一把。多多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钱多多呀，一个运气比较好的美少女。只是运气好而已吗？能提前预测即将飞来的篮球，还知道东城新区的地价会暴涨。可能我就是天生比较警觉，比较招财。那看来我更要好好把你留在身边，这样银盛集团的业绩应该会翻倍吧。完了完了，这男人笑起来也太好看了，好想把他就地正法呀。走吧，我的小财神，外面凉，我们回家。大哥大嫂，干嘛？我马上要过生日了，新的1岁，我想有一点新的尝试。又想干嘛？我想把这玩意染成绿的。沈之意，你要是敢染，我就让你亲身体会到花儿为什么那样红。哼，没劲。大哥，你就比我大了6岁而已，怎么活得跟个老古董一样？嘿嘿，大嫂，我跟你说啊，男人过了25，那就是65岁了。我大哥他呀，老了。沈之意，我先走啦。老婆，别人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得相信我。这触感，这氛围，老娘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是要吃肉了。哎呀，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！
老公，你说知意快过生日了，送她点什么东西好？这么多东西，我都挑花眼了。我一般呢都会送她首饰啊，或者限量版的包包、裙子，她都挺喜欢的。这样啊？你呢？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黄金，越重的越好。钻石不喜欢吗？不是都说钻石恒永远，一颗永流传吗？黄金多好，黄金可是硬通货，乱世古董，盛世黄金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几年金价都涨疯了，钻石这玩意儿溢价太高了，还是那种金灿灿、沉甸甸的小可爱更适合我。沈太太，这是我们刚到的新品系列画册，您要不要来看一下？好，我看看。喂，把之前定制的那些都先放着，再给少夫人准备一套黄金首饰，越重的越好。甜品台上的马卡龙一定要是城西的那家，知意最喜欢他们家的口味。夫人放心，已经交代下去了。背景板的角度再调整一下，还有这些气球再加一点鲜艳的颜色，拍照好看。好的，夫人，我马上让人调整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安保，明天来的都是亲朋好友，我不希望任何不相干的人过来打扰。所有入场人员必须严格审核要求。沈总放心，我们已经加派了人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凭什么我们像一沟里的老鼠一样躲在这里，他们沈家却能风光无限的办这种奢侈的生日宴？我生气有个屁用！你们现在不仅还不上贷款，龙爷那儿还在想尽办法的找我。不好过，他们也别想好过。生日宴，我要让他们沈家身败名裂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最近怎么样？太太，好久不见，你过得怎么样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生日快乐，知意小姐。谢谢。哎呀，好漂亮，好隆重啊！你们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哎呀，明叔，今天是知意的生日，我这个做父亲的过来给女儿说句祝福，难道都不行吗？是啊，伯母，我和知意曾经也是好朋友，当然是来真心祝贺她的。您别那么小气，别赶我们走啊！你们，多多，过来一下。生日宴当天，沈家大嫂和小叔子苟且的丑闻曝光，我看你们沈家还怎么在上流社会立足？感谢诸位来为我小女知意庆生，餐点已准备就绪，大家可以移步就餐区。注意安全，再见。你一直盯着我干嘛？该不会是偷偷给我加了料吧？钱多多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哎，你好。干什么？我知道你对我这个父亲有些意见，但是咱们毕竟父子一场嘛，喝杯酒不过分吧？好了，你要说什么？
走吧。走。这怎么没动静？该不会是这是？不行吧？进去看看，万一事儿没成，我也好弄他。你们怎么没晕啊？明明大姐，我说你狗血脑残剧看多了，把脑子看瓦特了是不是？就你那药味，臭的跟花露水掺敌敌畏似的，还想阴人？就你们两个这个脑子，就不要再玩攻心计了好不好？还是说你们两个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想找个铁饭碗进去踩缝纫机啊？钱多多，你少得意！就算你们没有发生实质性行为，又能怎么样？这几天监控清清楚楚的拍到你和沈云浩你们进了同一间房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些照片和视频流出去，沈家照样玩完。是吗？可是我看你们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吧？感谢诸位的配合，他们名下多笔大额乙基建款已被立案，我们正愁找不到人，今天正好一并处理了。你是故意的，金不多，这是你故意设的局。当然了，不然你当我们沈家的安保是纸糊的呀？随随便便就让你们两个显眼包给进来了，还能那么顺利的成功下药？我们呢，不过是顺着你们的剧本，顺手给你们搭个台子罢了。大嫂，就他们这点智商，能想到下药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，就别指望他们能识破我们的碟中谍计划。可是刚刚那酒，你们明明喝了的。大嫂给的独家秘方：1颗提神醒脑，2颗永不疲劳，3颗就没有必要了。就你们这点雕虫小技，1颗就足够应付你。走吧。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拜拜。老婆，我们也去吃饭。咦，好酸啊！二哥，这就是恋爱的酸臭味吗？我和你扑通扑通扑通像人海中，靠近你的呼吸，我的脉搏都失控。我和你扑通扑通扑通。哇塞，你真的给我准备了，还是实心的。不止这个，全套都有。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纯金凤冠，10斤的那种。老公，我的好老公，10斤凤冠，会不会把我的脖子给压断？不过哈，我的嘴角一定会咧到后脑勺，跟太阳肩并肩。走吧。显得没有征兆，我却感谢对爱的祷告。你穿过人海，向着我奔来的那一秒，心跳超出警戒线，我飞满世界也不停止喧嚣，成为你的眼里唯一的焦点，是一吻。